想象一下，仅仅2年的时间，整个世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被彻底改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然而，这正是一位业界传奇人物最近做出的大胆预言，他就是被誉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黄仁勋说，只需2年，人类世界就会面目全非，而且他特别指出，台湾正处于这场变革的中心。这句话既令人震撼，又引发了无数疑问。难道未来2年内，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如此剧烈的改变吗？台湾为何会成为这股全球浪潮的核心？这并非耸人听闻。回顾黄仁勋过去的种种预测，你会发现他往往语出惊人，且一语成谶，多次精准地描绘出未来科技的图景。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仁勋的 AI 预言世界，看看这位预言帝到底说过哪些惊人之语，又有多少已经成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台湾如何默默为这些预言插上翅膀。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场精彩的探索吧。故事要从上个世纪说起。黄仁勋出生于台湾南部一个平凡的家庭，年少时他随家人移民美国，在异乡努力求学。据说中学时期，他和哥哥被父母送到肯塔基州的一所寄宿学校，就靠在学校里打乒乓球打发时间。后来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的名校，并在电子工程领域深造。毕业后的90年代中期，电脑图形领域方兴未艾，年轻的黄仁勋嗅到了机会，在1993年创办了英伟达公司，专注于图形处理器的，也就是打造电脑的显卡。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家靠绘图芯片起家的公司，日后竟会与人工智能的革命紧密相连。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初， GPU 主要用于加速游戏画面的绘制，让大家在电脑上玩游戏时有更流畅逼真的视觉体验。黄仁勋和他的团队也因此在电玩产业闯出一片天。然而，黄仁勋的眼光并不仅仅停留在游戏上，他隐约感觉到 GPU 强大的平行计算能力或许能在游戏之外大有作为。果不其然，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使用 GPU 来处理游戏以外的计算任务，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计算。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一个划时代的 AI 算法深度学习闪亮登场。那一年，一个名为 AlexNet 的神经网络模型在图像识别比赛中一举夺冠，而它背后所依靠的运算力正是来自于多张英伟达的 GPU。 这个结果震惊了整个科技界，因为它证明了 GPU 不仅能让游戏画面酷炫，还能大幅提升 AI 的学习能力。黄仁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暗流，他意识到人工智能或许正站在一个爆发式成长的起点，而 GPU 将会是点燃这场革命的火花。于是，在许多人还将 AI 视作科幻场景时，黄仁勋已经带领英伟达开始大举投入 AI 相关的研发。他常常在各种演讲场合谈到 GPU 在深度学习中的潜力，甚至有点语出惊人。有人可能觉得他是在疯狂押注，但几年后的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一场具有远见的豪赌。如今10多年过去了，人工智能早已从实验室研究变成改变世界的技术趋势，而英伟达则成为这波 AI 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黄仁勋也因此从游戏显卡大王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尊敬的 AI 教父。他每次公开演讲都备受瞩目，他总是穿着标志性的黑色皮衣，手握全新的芯片，语气里充满对未来科技的兴奋和自信。他甚至在一次线上发布会上，幽默地在自家厨房的烤箱里烘焙出一块最新的 GPU 芯片，打开烤箱门端出来展示给观众看，就像魔术师变出新玩意儿一般，逗得全场哄堂大笑。这样的桥段不仅展现出他的创新戏剧性，也透露出他对科技的热情与自信。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风趣又前瞻的 AI 领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看看黄仁勋到底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说过哪些惊人之语。毕竟，要评估一个预言家的成色，就得检验他的预言是否灵验，不是吗？翻开黄仁勋过去几年的公开演讲和访谈记录，可以发现他提出了许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AI 发展预测。我们不妨挑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来说说。第一个预测就是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
已经到了。2023年初，黄仁勋在英伟达的 GTC 技术大会上形容当前正处于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什么意思呢？回想2007年，苹果推出第一代 iPhone， 引爆了智能手机革命，从此手机不再只是电话，而变成随身迷你电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黄仁勋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当前的 AI 发展节点，意指人工智能正迎来一个关键的时刻，将从少数领域的试验品变成普及全球的革命性技术。当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全球爆红， AI 开始进入普通人的日常视野，无论是写文章、作画还是写程序，人工智能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从2023年开始，生成式 AI， 也就是能够创造内容的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各种 AI 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你或许也亲身体验过，用 AI 绘图工具把脑中的想象变成图画，或是让聊天机器人帮你起草一封邮件。AI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而变成人人都能体验的实用工具。黄仁勋的这个判断可谓一语中的精准地抓住了大势所趋，真让人佩服。第二个预测是未来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 AI 老师。在 AI 蓬勃发展的同时，黄仁勋也对教育领域的未来做了一个有趣的想象。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将拥有一位属于自己的 AI 导师或 AI 助手，来协助我们学习和工作。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学生上课不再只有真人老师可问问题，因为随时有 AI 私人家教待命解惑。上班族遇到不懂的业务， AI 助理会第一时间跳出来帮你找到答案，甚至一步步教会你新技能。其实这个预测并非空穴来风，想想看，目前那些强大的语言模型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我们各式各样的问题，给出建议和方案。他们或许还无法完全取代真人老师，但作为辅助学习的工具已经相当厉害了。黄仁勋特别提到了一些他看好的 AI 工具，例如 OpenAI 的 ChatGPT 以及其他新创公司推出的个人 AI 助理。他鼓励大家善用这些口袋里的 AI 导师，因为在未来的竞争中，懂得借助 AI 力量的人将会大幅领先其他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黄仁勋的这项预言正逐步变为现实。很多学生已经开始使用 AI 辅助写作、翻译或者解数学题，职场人士也利用 AI 来整理数据、起草报告。一些软件公司甚至推出了专门的 AI 学习伙伴应用，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内容。不过，要真正达到每人一位 AI 老师的程度， AI 还需要变得更聪明，更了解每个用户的特质，同时成本也要足够亲民。但以目前 AI 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许再过几年，这种场景就不再只是幻想。第三个预测是5年内 AI 能够通过人类考试，通用人工智能近在咫尺。仁勋在2024年初斯坦福大学的一场论坛上被问到人类什么时候能造出一台会像人一样思考的电脑，这其实就是在问人工通用智能何时会到来。对此，黄仁勋给出了大胆的时间表。他认为，如果我们把人类能想到的每一种考试都列出清单，让 AI 去参加，他相信不用5年 AI 就能把每个考试都考得很出色。换句话说，到2028年前后，人工智能有望通过各种专业领域的高难度考核，包括律师资格考试、医师执照考试等等。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 AI 模型能通过美国的律师考试，只是在某些更专业或需要常识理解的测验还不够完美。所以黄仁勋认为，再给 AI 5年时间，这些难题将一一被克服。当然，他也补充说，所谓像人类一样思考，定义很重要。如果我们要求 AI 不仅考试拿高分，还要真的具有像人类那样的自主意识和情感，那么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可能还比较遥远。毕竟连科学家们都尚未搞清楚人类意识究竟如何产生呢。不过从实用角度看，在有限范围内让 AI 达到人类水准几乎是大势所趋。对于这个5年内 AI 智力达标的预测，业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些专家觉得5年太乐观， AI 要在所有考试中胜出仍面临不少挑战。也有人认为也许用不了5年
AI 更早就能在大多数测试中超越人类平均水平。无论如何，黄仁勋给出了明确的时间框架，显示出他对 AI 进步速度的信心。5年后，我们回头再看，能验证老黄这回的预言是否灵验。第4个预测是，下一波 AI 浪潮将让 AI 走进现实世界。如果说前几个预测更多聚焦在 AI 软件和智力上的进展，那黄仁勋对未来 AI 的另一个重大判断则关乎 AI 的形态本身。他提出 AI 的下一个前沿是所谓的具身 AI， 也就是让人工智能从屏幕和云端中走出来，融入现实生活的场景和装置中，特别是赋予 AI 一个能够行动的身体。黄仁勋形象地说过，从汽车、卡车到工厂里的机械手臂，仓库里的搬运机器人，未来凡是会移动的东西都将变成机器人，由 AI 来赋能。这听起来仿佛科幻电影变形金刚的世界，满街跑的车都是自动驾驶，工厂里没有工人，只有智能机器人，甚至我们家里的扫地机、送货员都变成了 AI 自动化装置。黄仁勋认为，这一波将 AI 与机器装置结合的物理 AI 革命，孕育着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巨大机会，将深刻改变未来的产业版图。他特别指出，自动驾驶汽车市场可能会是第一个达到数万亿美元规模的机器人产业。想想看，全球道路上有超过10亿辆汽车，每年行驶里程总和超过1万亿英里。如果未来其中许多车辆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将孕生多么庞大的经济价值。除了汽车，制造业和物流业也是重头戏。工厂生产线上 AI 驱动的机械手臂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的精准工作。大型仓库中，自主移动的机器人可以高效率地分类搬运商品，快速完成传统上耗费大量人力的仓储作业。甚至在医疗领域， AI 结合机器人技术可以打造手术机器人、看护机器人，协助医生完成高难度的手术或替代护士执行基础护理任务。可以说，让 AI 动起来将引发我们周遭各种装置的大变革。黄仁勋这个具身 AI 的远景也得到了业界其他大佬的呼应。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就曾表示，未来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将远超汽车，足见他对机器人浪潮的重视。连开发出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私下也投资了专注智慧机器人研发的新创企业。所有这些迹象都说明，黄仁勋预测的方向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AI 走进物理世界仍面临许多挑战，比起在电脑里下棋、写文章，让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自主行动要困难得多。现实世界充满各种不可预期的情况，机器人需要感知环境，及时反应，还得保障安全，不伤及人类或自身，这些都需要更先进的技术突破。但至少从趋势上，黄仁勋压住具身 AI 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确实可能是 AI 下一个爆发点所在。第5个预测是 AI 创作游戏不再是梦。还记得多年前我们玩电动游戏时，常常幻想游戏里的世界，要是能随我们的想象变化就好了。如今这个天真的想法也许正在变为现实。黄仁勋曾预言，大概在5到10年内，我们将能看到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游戏。也就是说，将来有那么一天，游戏中的场景、美术、角色对话，甚至游戏规则，都可能由 AI 及时创造，而不需要美工和程序设计师去一点点设计每个细节。这个想法听上去非常大胆，但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苗头。2024年，谷歌和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展示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由神经网络模型支撑的游戏引擎，能够及时生成90年代风格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内容。他们用 AI 模型成功拼出了经典射击游戏《毁灭战士》的一个简单关卡。虽然 AI 生成的游戏画面目前还比较粗糙，但这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未来 AI 生成游戏的前景。正如黄仁勋所说，也许再过5到10年，我们就能看到完全由 AI 生成的游戏。如果这个预测成真，游戏产业将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试想，未来的游戏可能不再只有固定的剧本关卡，你每次进入游戏， AI 导演会根据你的喜好即兴编剧，每个玩家体验到的世界都独一无二。游戏开发者的角色
也会转变，从亲力亲为制作内容变成训练 AI 如何创作内容。到那时，一个小型团队甚至单枪匹马，就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创造出庞大而复杂的游戏世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当然，眼下 AI 距离完全掌控游戏创作还有一段距离。目前最强的 AI 在文字和图像上已经很厉害，但要让他们理解游戏规则和互动性这种更复杂的结构，还需要时间。或许5年有点赶，但10年左右看到 AI 深度参与制作的游戏问世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些乐观的从业者认为，随着 AI 模型的不断进化，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玩到第一款主要由 AI 生成内容的热门游戏。到那时，黄仁勋 AI 造游戏的预言将被历史验证，而玩家们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回顾以上这些黄仁勋的预测，几乎涵盖了人工智能可能影响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中有 AI 导师辅助学习，工作模式上有智能机器通过考试取得资格，产业革新上有自动驾驶汽车和各类机器人，娱乐创作领域有 AI 自动生成游戏，这些都在他的预言范围之内。有些预测已经在兑现的路上，有些则是充满远见的蓝图。整体而言，可以说黄仁勋的料事能力相当惊人。他成功预见了深度学习的浪潮，也抓住了生成式 AI 爆发的契机。对未来，他的每一次预测未必100%精准，但至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图景，让人对 AI 的前景既感兴奋，又充满想象。如今，每当黄仁勋发表演讲，整个科技界都竖起耳朵，因为他的预测往往蕴含着下一步的趋势密码。聊完了过去的预测，我们再来看看黄仁勋近期对人工智能未来走向的一些最新看法。作为业界领袖，他不仅预测趋势，也经常对当下 AI 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未来机遇发表见解。首先，一个关键主题是计算资源。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强大，训练和运行这些模型所需要的计算力也呈指数级增长。有些人担心未来要实现更强的 AI 成本会不会高得难以承受，毕竟训练一个像 ChatGPT 这样的大模型，往往要用成千上万颗高阶 GPU， 既耗电又烧钱。对此，黄仁勋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指出，计算机硬件技术在不断进步，效率也会越来越高，未来 AI 的开发成本将大幅下降，不至于像某些传言说的需要天文数字的投入。前阵子有消息称 OpenAI 打算募资好几万亿美元来自研芯片对抗英伟达。黄仁勋听了反而笑着说，几万亿美元那可以把全世界的 GPU 都买下来了。他的意思是，随着芯片架构持续创新，计算速度在提升，未来完成同样的 AI 运算任务所需的硬件只会越来越少。本来看似不可能的计算需求，可能在技术进步下迎刃而解。就像手机芯片这几年越做越省电，性能却更强一样， AI 加速芯片也会朝着更高效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不必过于担心算力的瓶颈，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摩尔定律的余威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会为 AI 提供源源不绝的燃料。其次，黄仁勋反复强调，人工智能将会无所不在地渗透到各行各业。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应用场景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无论医疗、金融、制造、农业，还是创意设计、客户服务，几乎每一个行业都能找到 AI 的用武之地。黄仁勋举例说，在医疗领域，有了强大的 AI， 医生的听诊器可能会变成 AI 驱动的，它可以及时分析病人的各项指标，辅助医生做诊断。在金融领域， AI 能够以极高的准确率侦测欺诈交易，保障金融安全。在交通运输领域， AI 不仅体现在自动驾驶汽车上，还可以优化整个城市的交通流量，减少塞车和污染。这些观点听起来相当有道理，因为 AI 的本质是一种通用技术工具，就像当年的电力和互联网一样，应用范围非常广。现在已经有许多传统行业开始和 AI 结合，农民用 AI 侦测植物病虫害，优化播种时机；工厂用 AI 做质量检测，提升良品率；法务人员用 AI 快速检索海量案例资料；导演用 AI 辅助影片剪辑；
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有人在探索 AI 带来的助力。黄仁勋作为芯片供应商的领袖，当然乐于看到处处皆有 AI 的局面，因为那意味着对算力的需求会爆炸式增长，英伟达的市场也会水涨船高。但撇开商业考量，从技术演进来看， AI 确实有望像水和电一样，成为无所不在的底层能力。我们也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生活将因它而变得更加便利、高效。另外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话题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对此，黄仁勋一直持乐观态度。他多次表示 AI 不是人类的对手或替代者，而是一种强大的辅助工具。他简单解释说，人类有创造力，有同理心，会复杂决策，而 AI 擅长高速处理大量资讯，执行重复任务，两者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在黄仁勋看来，未来的工作形态将是人类与 AI 的组合，共同提升效率和创造力。比如，建筑师可以用 AI 快速生成各种设计草图，再由人来挑选修改；程序设计师让 AI 自动写出基本代码，自己再重构调优；医生利用 AI 助手分析 X 光片或检验数据，自己专注于与病人的交流和最终诊断决策。这些都是 AI 帮人类打下手的场景，而不是 AI 抢了谁的饭碗。当然，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可能会因自动化而缩减，但历史一再证明，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同时会催生新的职业和需求。黄仁勋建议年轻人应该积极学习掌握 AI 工具，将其视为自己的超能力，而不是抗拒排斥，因为在未来职场上，善用 AI 的人将更有竞争优势。这样的观点是否合理呢？至少目前看来， AI 确实在许多领域扮演辅助角色，提升人类的工作效率。比如客服行业， AI 聊天机器人可以先回答常见问题，疑难再交由人工处理，效率提高许多。医生有了 AI 系统，先做初步分析，可以节省时间，更快给出诊断。甚至律师也开始用 AI 起草法律文件的初稿。在 AI 还没有真正达到媲美人脑的通用智能之前，人类在创造性和战略性的工作上依然无可替代。所以黄仁勋强调人机协作而非替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我们也需要对某些行业进行转型升级做好心理准备。毕竟当年自动化浪潮确实让部分流水线工作消失，未来 AI 也可能让一些白领职位缩减，这是科技进步中必然要面对的社会课题。所幸每次技术革命也会带来新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适应变化，提升自身技能。当然，黄仁勋在描绘 AI 美好前景的同时，也清楚 AI 发展并非没有挑战。他提到 AI 越强大，我们就越需要谨慎使用。比如现在令人担忧的 AI 假影片 Deepfake 技术，就可能被不肖之徒用来制造假信息，这就需要技术和法律双管齐下来应对。还有资料隐私、AI 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等等，都是 AI 进一步普及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提供 AI 运算基础的公司掌舵人，黄仁勋支持业界和政府制定合理的规范，确保 AI 造福人类，而非带来负面影响。总的来说，黄仁勋对 AI 的未来是充满信心且乐观的。在他的展望中，未来1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人工智能深入融入社会各个角落，提升效率，拓展可能性。同时，人类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适应，与 AI 相互协作，创造前所未有的新成果。他描绘的这幅图景令人振奋，但要真正实现它，需要技术上的攻关，也需要社会在伦理和制度上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或许无法确认每一项预测都准时应验，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站在一场巨大变革的风口浪尖。这一点，黄仁勋可谓看得非常透彻。说了这么多 AI 的未来趋势和预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场 AI 革命背后是谁在提供源源不绝的弹药和支持？人工智能的辉煌离不开许多要素的配合，其中有一个地方的作用至关重要，那就是台湾。是的，或许很多人提到 AI， 想到的是硅谷那些软件天才，或者各种酷炫的应用场景，但别忘了 AI 再强大，也需要硬件来承载，需要芯片来计算。而在最先进半导体芯片制造方面，台湾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黄仁勋自己就多次强调，
台湾是英伟达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集中地。他甚至说过，英伟达的一切成就都从这里开始。这句话并非恭维，因为包括英伟达在内， AI 公司最仰赖的高阶芯片都是在台湾生产的。举个例子，如今 AI 界炙手可热的英伟达 A100、H100 GPU 加速卡被誉为 AI 时代的算力之王，这些功能强大的芯片正是由台湾的台积电公司代工制造。台积电是全世界顶尖的半导体代工厂，能够生产出最先进的芯片，在那些芯片上密密麻麻上百亿个晶体管构成了 AI 计算的大脑。没有台积电的制程技术，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 AI 芯片诞生。换言之，台湾提供了 AI 革命所需的硬件引擎。不仅英伟达，像苹果、AMD、高通，甚至特斯拉自研的 AI 芯片，也几乎都是出自台积电的产线。可以这么说，台湾用方寸晶圆撑起了全球 AI 的天空。除了台积电，台湾的电子产业链也功不可没。打造 AI 服务器需要各种零组件，从电路板、记忆体、网络设备到服务器机壳的组装，台湾厂商都有深厚实力。许多国际云端服务业者采购的 AI 服务器，就是由台湾代工厂组装完成的。难怪有媒体形容，硅谷的创新离不开台湾的支援。台湾是名副其实的细岛。除了硬件制造，台湾在 AI 人才和技术方面也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首先，黄仁勋本人就是从台湾走出去的顶尖科技人才之一。他的成功故事激励了许多台湾年轻人投身科技研发。台湾的高等教育在工程、资讯领域一向表现出色，每年培养出大量优秀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近年来，随着 AI 热潮兴起，台湾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也积极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学院、研究中心，开设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课程，培养本土的 AI 专才。在产业界，台湾的科技公司同样在拥抱 AI， 许多半导体公司引入 AI 优化生产流程，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制造过程数据，预测并降低瑕疵率。制造业者则用 AI 进行设备的预测性维护，防止机台故障停工。甚至传统的农业和服务业，台湾也有人尝试结合 AI 提升效率，比如智慧农业利用感测器和 AI 分析土壤天气资料，帮助农民做决策。零售业运用 AI 进行需求预测和智能调货。这些创新或许不像硅谷的新发明那样引人注目，但却实实在在地为台湾各行各业注入了新活力。此外，台湾的政府和民间都非常重视把握 AI 浪潮，政府成立了人工智慧学校等培训专案，帮助在职人员进修 AI 技能，并出科研补助，鼓励本土团队开发 AI 应用。民间则有各种 AI 协会、黑客松比赛和论坛，让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交流切磋。台北、台中等城市宣示要朝智慧城市迈进，引入 AI 优化交通、环境监测和公共安全管理。所有这些努力都在默默积累台湾在 AI 时代的能量。有趣的是，台湾在 AI 领域的角色有点像幕后英雄。它可能不是第一线推出爆款 AI 应用的地方，但它提供了关键的硬件和环境支持，就像舞台后方的灯光师、音响师，确保整场演出精彩上演。当黄仁勋这些科技领袖在聚光灯下畅谈 AI 如何改变世界时，别忘了他脚下的基石背后有无数台湾工程师的努力。比如2024年中，黄仁勋重返台湾，在台大体育馆发表演讲时，他特地用 AI 技术生成了一个会说中文的虚拟黄仁勋来旁白介绍英伟达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用 AI 打造的地球气候数位孪生系统，可以更准确预测台湾的台风登陆和天气变化，协助防灾减灾。台下数千名观众为之惊叹。而黄仁勋在演讲中也反复感谢台湾的合作伙伴们，称赞这片土地孕育了英伟达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一幕其实就象征着台湾与 AI 革命的紧密连结。一方面，台湾有了 AI 技术，可以更好地预测气候灾害，保护人民；另一方面， AI 技术因为有台湾的硬件支持而更加强大并落地应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从黄仁勋过去的预测到他现在的展望，从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到台湾在其中的默默耕耘，我们一路看来，人工智能这场变革的图景已徐徐展开。
黄仁勋作为 AI 时代的见证者和引领者，他的故事和观点带给我们许多启发。他的大胆预言告诉我们，想象力有多远，科技就能走多远。而他的身体力行也证明，抓住机遇，勇于投入，才能真正把愿景化为现实。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未来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也许5年后 ，AI 还没有达到人人都有私人导师的地步，或者完全由 AI 制作的游戏还没上市，又或者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比想象中慢一些。但不要灰心，因为科技进步往往不是线性前进，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加速。重要的是，黄仁勋所指引的那些方向，更聪明的 AI， 更广泛的应用，更紧密的人机合作，都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已经见证太多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 AI 能力成真，因此对于他描绘的未来，不妨多一份期待和信心。在奔向 AI 未来的道路上，台湾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无论是供应先进芯片、培养优秀人才，还是提供测试应用的场域，台湾都在以自身的优势为全球 AI 发展添砖加瓦。同时，台湾也将从这一波浪潮中受益，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新的动能。试想未来有更多像黄仁勋一样的台湾之子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引领下一代科技创新，那将是多么令人自豪的画面。最后，不妨以黄仁勋常提到的一种精神作结，他总是提醒我们要保持饥渴，勇于梦想。对科技保持饥渴，才能不断追求突破；勇于做梦，才能勾勒出未来的蓝图。人工智能的浪潮才正要开始，它将把人类带往何方，正等着我们共同去书写。或许再过若干年，回头看今天黄仁勋的预测和台湾的努力，我们会欣慰地发现，原来我们真的走到了当初所梦想的未来。而那时，可能又会有新的预言家为我们指引下一段航程，说不定下一个改变世界的 AI 创新，就将由你我共同见证，甚至参与。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一个更加智能、有趣、美好的新世界吧。